2011，怎么可能是2011呀？要怎么了啦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T 小江老师。我刚才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呢，这一盒神盾，我一直记得我是读大学的时候就完成它了，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不是2011啊，那它怎么可能2011才推出？这是老人痴呆。13年前我29岁，我为什么29岁会做这个呢？他为什么29岁不能做这个？因为这是我大学播的，我为什么29岁来做？我应该24岁就要做了。反正不是这个盒子标错，就是我的脑袋有问题。那一定是你的。我上次不是答应阿志，如果他做暴风，我就做神盾嘛。然后这就是神盾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做 MG 的，我们做 HG 的。我先打开给大家看这一盒套件有什么。哇！虽然这个是 HG 的规格，可是从说明书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可以用 MS 的模式，然后它也可以变成 MA 的模式。那它 MA 有2个形态，一个是这种巡航的形态，一种呢就是把这个爪子张开，然后可以去夹对方，还可以发射一个这个炮在这里。那当时的攻击钢弹就是被这夹住以后自爆。所以你看到它这个侧裙啊，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武装配备，一看就知道要做无缝。然后这里有很多东西都要做无缝，包含这个小腿啊，还有这个肩膀，根本都是无缝地狱嘛。另外呢，这个天线它都是没有分射的。除此之外啊，它还有这个牙刷，这个都要处理掉。那看完刚刚这个简单框架这个解说啊，究竟13年前小江老师会不会做无缝呢？会不会做天线削尖呢？过年的时候我回去我家，挖出了一堆10几年前的作品分享给大家。香博，哇，帮我拿一包酒精擦过来，太恐怖了。我在给大家看神盾之前，我花1分钟给大家看这东西有多恐怖，还很新，对不对？看下一个，哇，这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盒摩托车的模型，然后是一个叔叔送我的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做的太烂了，所以我又去买一盒，打算用我已经进步的功力来挑战他一次。你看，然后被尘封成这样子，几年的东西啊！你看，里面都生沟了，哇，好凄惨哦！你看水贴都皲裂了，然后那时候还怎样？会夹组哦。这个是应该真的20年前的。然后这一盒呢 ，YDF 是我在20几岁最想买的重机，然后就想说买不起重机，就买这个模型回来做。隔了10几年，跟新的一样。然后我竟然哪根筋不对劲，我去做了神盾呢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这个真的很有年代感。你看，以前我竟然用投影片在做改造记录，我多认真啊！以前我22岁，疾风出现这是什么名字？冠军呢！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以前的报纸，然后拿冠军，然后这个是合资和合资品呢，然后这边还有20年前的川口老师这个重武装，这是凯斯洛做的。我这次回家好像挖宝一样，挖到好多这个珍贵的古董。我觉得最棒是这个，以前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啊，他会告诉你这只做的怎么样，这只做的怎么样。虽然他是写日文，我们看不懂，但是收到就感觉很有诚意的一个比赛。看完这些古董我们现在马上来进行这个神盾的开箱吧。这就是我以前做的神盾这是10几年前的东西。我以为我10几年前很强，就看起来蛮糟糕的。丑媳妇呢总是要见公婆，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一些处理的技术怎么样。首先呢，从天线的部分看看这个牙刷头有没有处理掉。有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就会处理牙刷头了。然后它的头壳是前后对合的无缝，它是前面一块后面一块，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无缝是有做的只是这个刻线就没有很明显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会做这个刻线加深。然后这个我印象中是用珐琅漆去分色的。我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小时候就会用珐琅漆分色。那当时它这个肩膀是前后对合的，所以你看这一整条无缝呢，我都把它做起来。
然后这里隐隐约约啊有一点点收缩，这个就是用滤盖胶水做的哈，多多少少它久了都会有点收缩。然后我那时候很厉害，做一件事情哦，有人看这个原本的套件，它这一块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你连在一起，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灰色做分色，所以你看我这里有一个锯开的痕迹，然后把它做裁件，然后这里就可以完整的分出这两个颜色。哎呀！原来我小时候就会做无缝拆件了呢。哎呀，真是怎么样？真是就很普通啊。不就，但是我会做无缝，结果我不会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补收缩，我是白痴吗？你看这个洞那么大，竟然没有补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它这个侧裙的这个裙甲也是很难喷哦，因为你这里要做遮盖，好，然后这里要做红色，这里有个白色要插进去。所以啊，我就这样把它裁剪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10几年前会做这种事情呢，还蛮好玩的。你看，哇，根本就是，等一下，要吹捧自己就直接卡，根本就是拆件大师啊！那时候没有人教你以为那个时候你们上网找得到什么无缝拆件、什么 YouTube 教学，什么都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看杂志做例。然后这个如果没有杂志做例，你要自己想以前我们做梦其实要动脑的，没有那么多工具，没有那么多资讯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做出我们这样子的，真的是不应该。你看我当时在挑战这个红色，有没有高光处比较亮，周围比较暗结果其实只是因为遮盖的时候可能没遮好吧。你这是没遮吧？你可能想要表现我这没遮直接喷这唯一这样应该有一条无缝。那时候我竟然不会喷保护漆我怎么那么蠢啊？虽然说我这个10几年前的技术不怎么样，但毕竟它也是一代名机，而且我也用了当时会的技术，尽量的去把它做好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台一代名机帅气的画面，还有重现它跟这个攻击钢弹对决的这个经典场景。看完了，其实还是蛮帅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承诺阿志要做的这个神盾钢弹。我这一集其实最主要是想跟各位分享，你以前做的这个模型不要丢掉，然后你过了10年、20年来看，你会说，这个是我以前的灵魂注入在这里，它变成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好像可以回到过去，回到那时候的生活，然后你可以去回想，原来我当时只会用这种方式做无缝，那时候不会补收缩。那时候也不知道会喷消光，多年后你再拿自己最新的作品跟早期的作品比较，就知道自己进步了这么多，然后这陈列出来，这就是29岁的小江老师，这就是42岁的，这时候就有60岁的，有没有？虽然我42岁之后可能就不会有作品，因为我都在发泡。还有一个这个，你看谁都有这个过去，我买了这个 PS267 Mr. Hobby 的喷笔，不会拆不会洗啊。弄到喷针不见了，大家都有这个把喷笔玩烂的时机。你看，我都把它这个扳机玩到这个都不会回弹，都烂掉了。我把整支笔都抛进去那个去渍油啊 ，Genius 啊，对，天才啊！全部把润滑油全部泡光，然后一支几千块的笔就被我弄烂了。
好，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。现在有网络、有资讯、有影片，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高科技来传递这个怎么样清洗保养的知识。你们要多看影片。这一集呢，就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哈，让各位回顾一下我们早期做作品，也是有这种做的不怎么样的时候，但是你只要努力练习，好，努力去尝试不同的技法，你都可以变强的。还有一个最好笑的，我那时候把这个曹操喷得亮晶晶，结果买保护漆看不懂消光还是亮光啊，然后喷得亮晶晶，然后消光给管了，整只变成雾灭的。所以说像我们玩模型这么久，也是一直这样子累积错误，不断的尝试这样走过来。所以大家如果做模型做错了，不要灰心，你把它留着，它可以当成你一个错误以后矫正预防措施的一个样品。那将来做好再来跟它比较。那如果你想要得到很多这个模型的知识呢，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时不时呢就会分享一些无微不微的技巧给大家。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，想要看阿志做神盾，就赶快把他那个暴风冲到10万以上。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个跟订赞，下次见，拜拜。